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演技封神，刘学义争议不断，兰香如故，暴露了谁转型真赢家。2026年3月，兰香如故在腾讯视频开播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技辩论。谭松韵与刘学义这对反差 CP 的组合，不仅将古装权谋剧的热度推向新高，更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演员转型、表演风格、公众评价的激烈讨论。当豆瓣小组谭松韵、兰香如故演技投票结果显示她以显著优势领先，而同时刘学义的面瘫式表演争议持续发酵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谭松韵真的凭借此剧完成了从甜妹到复仇女主的华丽转型吗？公众对她演技的封神评价是否掺杂了突破期待后的过度赞美？这场辩论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演员转型困境与审美标准分野？兰香如故开播前就创下惊人纪录，腾讯视频预约量突破300万，开播后站内热度直接爆表。然而，真正引发全网热议的，并非仅仅是剧集本身，而是围绕谭松韵演技转型的网络论战。在豆瓣、微博等平台，相关话题阅读量高达数亿次，讨论热度持续数周未减。在这场舆论风暴中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。封神派认为，谭松韵在剧中展现了降维打击级别的惊艳，她通过与中贵的冻得浑身发抖却紧咬牙关的表演，成功撕掉甜妹标签，眼神中迸发出的复仇火焰，让质疑娃娃脸演不了大女主的声音彻底消失。更有评论者指出，她能在一部剧中完成从16岁到80岁，一人分饰两角的层次演绎，堪称演技练成记的典范。但质疑派的声音同样尖锐，他们认为谭松韵的转型用力过猛，部分情绪处理仍显稚嫩，角色光环大于演技本身，存在过度吹捧嫌疑。一些观众指出，他过往作品中积累的观众缘和好感度，无形中放大了此次突破的视觉效果。而所谓封神评价，更多是市场对撕标签成功者的情绪性褒奖。这种评价的两极分化，本质上反映了观众对演员转型的不同理解。一方期待看到颠覆性的外放表演，将与过往角色的反差度作为衡量转型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；另一方则更关注表演的内在逻辑和细节完成度，认为真正的突破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演技基础之上。要客观评价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的表演，必须深入分析她如何完成从甜妹到复仇女主的转变。破的功夫体现在她对甜妹印象的彻底颠覆。作为贵女沈佳兰时，她端庄优雅，眼神中透着世家女子的矜持与傲气；而当家族满门抄斩，她被迫顶替丫鬟许兰香的身份潜入仇家林府时，谭松韵的表演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她佝偻着背，眼神低垂，连走路都透着小心翼翼，这些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，瞬间将观众拉入了深宅大院中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。但真正的破局点在于她眼神深处藏着的坚硬的复仇火焰。与以往甜美角色中灵动温暖的眼神不同，许兰香的眼神里混杂着警惕、隐忍、算计，以及被压抑到极致的恨意。这种眼神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剧集推进中逐渐显现，层层递进。力的过程则是建立复杂新形象的层次构建。谭松韵没有将复仇女主演绎成脸谱化的黑莲花，而是在仇恨中融入了挣扎、悲悯、脆弱等多重情绪。当她在后期凭借智慧和手段一步步从底层爬起，最终执掌林家，换上诰命符时的气场全开，与前期判若两人，却又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角色成长的轨迹。对比她过往的经典甜妹角色，如《锦衣之下》中灵动乐观的袁今夏，
以家人之名中温暖治愈的李尖尖、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确实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表演方法。他放弃了依赖外放表情和肢体动作传递情绪的习惯，转而通过眼神微变、气息控制、细微肢体语言来塑造角色的内心世界。然而，封神评价是否完全合理？或许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看待。谭松韵的突破确实显著，她成功打破了娃娃脸演不了大女主的偏见，证明了自身演技的可塑性。但在部分场景中，她的情绪处理仍可被指稍显单薄，某些转折处的心理变化过度不够自然。这提醒我们，一次成功的转型表演，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瑕，而是证明了演员在既定路径之外，拥有了新的可能性。与谭松韵获得几乎一边倒的赞誉不同，刘学义在《兰香如故》中的表演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响。他饰演的林锦旗是林家长孙，身负家族重任的权臣，在沈家出事时选择了最理性却也最薄情的方式退婚并另娶他人。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刘学义选择了外冷内热、收着演的表演风格。他需要在朝堂上展现运筹帷幄、杀伐果断的将军气场，而在面对那个似曾相识的丫鬟许兰香时，又要通过眼神中流露出的探究、挣扎、悔恨与逐渐滋生的深情，来传递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。这种内敛式表演的难度极高，如何在不依赖大幅度表情和台词的情况下，通过眼神微变、气息控制、细微肢体语言来传递汹涌的内心戏。剧中有几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戏份，比如当他最终确认许兰香就是沈佳兰时，那种震惊、恐慌和排山倒海的愧疚，需要仅凭眼神和微表情来完成情绪的多层次转变。面瘫争议的产生可能源于多重因素，部分观众习惯了外放、直观的情绪表达，对于内敛的表演风格接受度有限，剧本给予林锦旗这一角色的发挥空间相对受限，镜头对刘学义细微表情的捕捉是否充分，也可能影响了观众的感受。从表演完成度来看，刘学义在内敛与平淡之间的尺度把握确实存在可讨论的空间，某些场景的感染力可能不如预期。有趣的是，这种争议与谭松韵相对外放的突破式表演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一个是通过颠覆以往形象，展现强烈情绪变化来获得认可，另一个则是通过克制内敛，展现角色复杂性来塑造深度。这两种表演风格本无高下之分，只是适用于不同角色类型，也面临着不同的观众接受门槛。谭松韵的个案只是演员转型困境的一个缩影。在当下的影视市场，标签化成为一把双刃剑，它让演员在初期获得明确的市场定位和观众认知，却也成为后期转型时难以挣脱的桎梏。对于谭松韵而言，甜美校花、娃娃脸的标签曾经是她演艺道路上的通行证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标签开始限制她的角色选择。兰香如故的成功转型，证明了撕标签不仅需要演员自身的表演能力突破，更需要合适的角色、扎实的剧本、精准的团队规划以及恰当的市场时机。网络时代演技封神的舆论现象值得深入反思。当封神、天花板等极致化评价成为网络讨论的常用语时，我们是否无意中建立了一种非黑即白的评价体系？演员的一次成功表演可能被无限放大，而细微的不足则被选择性忽视。这种流动性、主观性极强的公众评价，既能为演员带来巨大的关注度，也可能造成无形的压力和期待包袱。公众评价与专业评价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。观众热议往往基于观感、情感共鸣，更关注好不好看、感不感人，
而行业专业评审则更看重表演技术、角色创新对作品的贡献度。两者共同构成演员的公众形象，却又时常产生分歧。兰香如故引发的讨论，恰恰暴露了这种评价体系的复杂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兰香如故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，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演员转型困境、公众审美变迁、表演评价多元化的鲜活案例。它提醒我们，演员的成长轨迹远比一次封神更有价值。观众需要培养开放、多元的审美眼光，学会欣赏不同表演风格背后的思考与努力。回顾这场围绕谭松韵演技转型的网络讨论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演员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，而是一个不断探索、突破、调整的渐进过程。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展现的进步有目共睹，她成功打破了外界对甜妹演员的刻板印象，证明了自身表演的广度和深度。而刘学义的冷演法争议，则提醒我们审美视角的多样性。内敛式表演与突破式表演各有其价值与难度，关键在于是否与角色设定、剧情逻辑相匹配，以及演员能否在既定框架内实现最大化的艺术表达。或许对于演员而言，一次成功的角色蜕变比暂时的封神名号更有长远价值。对于观众，开放多元的欣赏不同表演风格比简单打分更有趣。在热议中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，在赞誉中看到进步的空间，在争议中理解不同的表达方式，这才是健康的观剧生态。如果给谭松韵和刘学义在《兰香如故》中的演技打分，你会打多少分？理由是什么？来评论区 battle。